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子，感谢你支持 iLevel Pro。那这个魔术是源自于2013年所推出的这款作品 iBalance， 作者是 Mark Elston。那我们这次也跟他合作，创作了全新的版本。怎么说全新呢？因为旧的版本呢，它固然是一个很好的魔术，但它当时的道具机关已经不适用于大约在2016年之后的手机。那以前旧款的有这种耳机孔的，它可以拿来使用，但因为现在的大部分已经换成蓝牙耳机了嘛，那渐渐的这一款已经无法适用于当下的手机。所以呢，我们给的机关呢，里面有3个，那是 Lightning、Type C 跟 Micro USB。那它就可以适用于目前算是几乎所有手机，就是这3款。我拿 iPhone 的这个 Lightning 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它的这个原理很简单，基本上就是把机关插到你的插孔里面，就看你是什么形式的。接下来呢，一般是不会掉出来，差不多会卡得刚刚好。每个孔它有点公差哦，可能有的松或紧，这我后面再来解释。基本上呢，因为它后面还有绑一圈鱼线，那我们的鱼线呢，比它少了1半的厚度，这个大概0.3吧，我们是0.15左右的。好，基本上就是你把手指呢，你可以选择食指啊，或中指啊、无名指等等。我现在示范用中指放到这个线圈里面，你可以看到现在套在圈圈里面嘛，就可以拉起来，对吧 ？OK， 那套在中指里面以后呢？这里只要大拇指起来，另外一手放掉，因为它现在撑在中指上，自然它就被平衡了，所以就可以演出一连串后面所表演的魔术效果。最后把它 clean 掉，这就是它基本上的原理。以上呢就是关于 iLevel Pro 它的历史呢，以及它的原理讲解。关于 iLevel Pro 用到的道具，在你打开你这个盒子里面，你会看到3颗。我们拿出来之后呢，必须要在它上面打上鱼线。鱼线就是这个外面附的这一个，有20米的长度，非常的长。只要把鱼线穿过它2端，然后在外头打个结，整条鱼线的长度啊，约在6.5以上，至可能7公分、7.5都可以，这看你自己。那只要打结打起来，手可以让它挂在上面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没有先帮你绑，是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感觉啊，想要 balance 的位置，想要平衡的位置，跟你手指的粗度，跟你想要用的手指都不一样。我们如果先打好的话，可能比如亚洲人的尺寸比较小，欧美的可能比较大，无法到通用款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让你自己来决定你要的长度是多少。接下来我们就会教你怎么样打结，才不会让结容易脱离。OK， 那接下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设定绳结的部分。我这边为了方便看的话，我先把鱼线先穿好过去了。然后我们在打结的时候啊，这个圈的大小会取决于你手指头你要表演的那一只手指的尺寸嘛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圆径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放上去，这个差不多是我手指头的大小。那我放上去之后，我就去看。这个插头插到我们手机里面去之后，中间这一段的距离就是我们手机离你的手指头距离多远，那这一段的距离乘以2就是这边的长度。所以像我自己习惯在打结的时候，我就拿一个跟我手指头大小差不多的套上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尾端这边捏起来，做一个反手套结。那如果说你自己手可能没有这么灵巧，你可以去买一只小镊子，你这样子在穿绳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我们打完第一个反手套结的时候，记得先把吸管穿过去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可以随时调整我们要的距离。像这样子，我可以调到我要的距离之后，我觉得这边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就把鱼线把这根吸管或者是牙签
把它抽掉，抽掉之后就把它拉齐。OK， 那这边就是我想要的尺寸，这个样子。好，到我要的尺寸之后，我们这边就补上2个死结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再来第2个。这样子基本上就做好一个初步的固定。好了之后呢，我自己会习惯性的用快干在这个结的地方点一点点胶。那我现在就不花时间等它，我就用催化剂。那如果家里没有，就放着让它干吧。好了之后，把线尾留一点点剪掉。这样子，我们这一组道具就做好了。所以像这样打完结，我自己会稍微再点胶固化一下，去强化它的强度。然后绳尾不要剪到底，留一点点。那当然这个多寡就看自己个人，我自己习惯稍微留多一点点，以防真的它有滑脱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。那这样就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结，我们把它推到底。那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想借个手机，你们的手机我拿出来看一下。我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。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吗？目前还看不出来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有点怕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感受完它的重量，也找到这个手机的重心以后，我们可以尝试找到它的平衡点。看一下，应该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试试看。等一下我会把手放开来，好吗？好。等一下我会放掉左手或右手，你会决定左手还是右手抽离。真的要决定手头。左手好了。你还是决定。我遇到大部分观众就说，不要。你人蛮好的。你能不要的话，为了表演愿意牺牲。好，我试一下。等一下我会慢慢的把左手放开来，数到3，你放松就好。我想要来接他。1、2、3，没事没事，骗你的啦，我怎么可能这样呢？但我如果找到一个平衡的话 ，balance， 像这样子，手机很奇怪的就停留在一个，你可以看上面、下面，你也可以看背面，没有任何东西。背面也平衡了，正面也平衡，而且不止4指，我也可以用2只手指头找到另外一个点，可以让它平衡起来。像这样子，你还可以看背面，它好像失去了重力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在月球上的手机大概就会长这个样子了吧？可是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蛮紧张的是。来还给你，谢谢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个不可能的平衡。借来的手机拿起来，感受一下它的重量。那我们尝试找到它的重心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差不多找到了。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手机的平衡，仔细看，瞬间放掉我的左手，因为这手扶住了，开玩笑的，有没有可能，这手移开来，手机却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被平衡了？你可以看到上面。下面都没有东西，想看一下手机的背面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黏黏的东西，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，它就可以这样被平衡住，很奇怪。你可以看后面。那我们如果4指不够看的话，我们试试看用2指，也可以平衡住，甚至1指呢，像这个样子。瞬间回到我的手上，还给观众。接下来我要教各位怎么样跟观众借来手机，
亦或是自己的手机，却不可能的平衡在你的手指头上，指尖的位置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，还有一个道具非常隐性的，可以藏在手里面。好，首先假设我这边是一只 iPhone， 它的孔就是 Lightning， 那我们现在就拿 Lightning 的头从里面拿出来，3个的结我都打好了，所以要的时候我只要从里面找到那个鱼线，把它拔出来就可以了。那表演前呢，直接把它套在手指上，我会选择套在中指，这边有一圈鱼线嘛，你把这圈鱼线呢，中指穿过去，好，就还吊在手上。所以你要这样子展示也可以，不经意的手指展开来，不建议这样，有时候可能会跑出来。好，一般就是在中指，它自然会落到大概1半左右的位置，夹着。表演前，我会把它稍微拉起来，放在食指上面，然后食指跟大拇指捏住这个头，所以鱼线套在中指上，食指跟大拇指捏住这个头，在这里。我手机拿过来的时候，先感受嘛，交手过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东西就躺在我的食指上了，所以我是直接把它盖上去。它现在在食指的位置，我直接挡住它，感受它的重心。然后这个时候说，我要尝试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这时候把它移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用食指跟大拇指捏着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机关顺着这个边缘，直接滑进去这个里面。OK，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你直接看准了这个位置，然后直接插进去。那你当然也可以说，我感受一下重量，找到它的重心，也不一定要找到这只手了，感受一下重量，找到它的重心。我觉得它平衡点差不多在，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右手？我觉得它的平衡点差不多在，我起来的时候已经对上了，这个位置吧。开始要表演前，你看还差一点没插进去，我过来顺势，这时候就插到底。这个地方压一下就进去了，它会有一点点的凹陷进去一点点，所以这样就看起来很像是本来手机的插孔嘛，对吧？其实看不太出来有机关在这里。好，现在这样机关就插进去了。那这是大家可能最要学习的地方，怎么样隐性的把这个机关插进去，找到位置，跟观众解释这个。你不一定要让人家觉得你在演魔术，而是在聊天之间。谈笑风生之间，你就移过来，已经放在这里准备了。好，这就是怎么样把机关插入自己或观众手机的现场的时候的 setting 方式。接下来我们讲表演的细节。我会跟观众说，现在是看起来是平衡的状态，但如果我现在左手或右手放掉任何一手的话，手机就会呈现失衡的状态，有可能就会掉下去，对吧？观众会认同，因为这是他的东西，他会紧张。你可以先试探他一下，3、2，你可以这边要先放这边才上来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他会看见。3、2，嘎啾，观众会紧张一下，开个玩笑。但魔术师追求的不只是平衡，我们追求的是不可能的平衡，像这样子。那自然就会呈现在现在这个状态。鱼线呢，它是一个圈套在这个地方，中指插进来，打斜之后呢，它会被往内拉扯。所以现在手机鱼线跟你的手呈现一个三角形的状态，3个力互相的拉扯，所以它呈现了一个平衡，这是非常非常稳的。它力气都吃在手指头上了，鱼线的手指头上。放手让手机平衡之后，一般你可以稍微晃一下给观众看，因为说大家很惊讶嘛，他自然会想往下看，所以你就自己主动的转侧。你看在这个不可能平衡状态下，一般已经一个移动可能就会失衡，你就可以这样子，还是平衡的。然后你拿起来，自己先看，观众也会一起看，看一眼往下就好，就你不用这样拿着盯着他看，这样太久。节奏是这样，起
看一眼，下来看着它，转回来拿住。这个时候呢，直接把手机做个翻转，来看好了，我手一直贴着手机，像这样贴着转手机本身而已，然后就摸手机下缘，再看一次转回来，逆着转回来，就你不要一直同一个方向转，这样鱼线会一直缠绕，而是你什么方向转就什么方向转回来，自然这边就不会有打结。你看，你可以这样子给他看，然后你也可以转过来给他看，你甚至还可以给他看手指头，再拿回来，再翻回来，他会觉得说手机这里是不是重心都跑到这里来？瞬间下一个步骤就换成2只手指头，然后也可以停住，一步一步层层递进。2只手指头，这个时候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后面，因为后面一般人还没看到。然后这个不要拉到它水平视线，因为这个鱼线所以这边会露馅，有点像你现在自己看的话，是一个俯视的视角，所以对观众来说也是这样，他的头往这边看到这个口是斜的，自然鱼线会被挡住，然后同时他也觉得这个机关是插孔的阴影而已。所以来看一次，4指叭翻叭，不够看的话，我们尝试，哇，这很难，2只手头，你可以看到上面、下面，甚至后面都没有任何东西，手机就平衡在我2只手指头上，甚至我找到一个点，它也可以停在1只手指头上，这是最后的高潮。所以起来，感觉它往上，瞬间有点失衡失重，然后我就让它摔下来，像这样，再看一次哦，往上会有点小晃是正常，但因为1只手指头跟手机的时候，其线是最容易被看见的，因为它左右都没有任何遮蔽物，然后这个地方通常勒比较久了，可能会看得出来，所以呢，最后这个地方稍微要加一点动态。OK， 1只手指头起，这很难，假装现在平衡，然后起来给观众看，起来，然后我就习惯直接这样坠落，然后这一刻其实就很好去做这个机关跟手机脱离的状态。一落的瞬间，刚有个声音嘛，这一刻拉就可以。亦或是你不想要这一刻拉也没关系，下来，在把手机递出去之前呢，它现在不是套在中指上吗？你只要手一个握拳，握住手机，这手一个握拳，你听，有听到吗？哒一声，要出来。如果你觉得声音有点大声的话，我现在是故意做给你听的。其实平常的时候呢，你用一个方法都听不到。拉的时候呢，你大拇指跟食指捏在这里，所以被拉出来的时候，它会被这2个手指头抵住，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。所以这个时候脱离，交出去，拿走，机关就在手里面，直接离开就好了。他会检查他的手机，看东看西看，自己试，然后发现都失败。这就是 iLevel Pro 基本平衡在手指上的表演方式。接下来要示范 iLevel Pro 的进阶表演，这次不是用指尖，而是用笔尖，有可能吗？我们来试试看。我说过，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，你就可以把手机撑起来，甚至用笔的头都可能支撑住手机吗？像这样子，小心缓慢的移动。你可以看到手机被撑在奇异笔上面，上面下面都没有任何的东西。观众的手机，你的笔都可以给他看。关于 iLevel Pro 的进阶表演呢，你要准备一样1只手机跟1支笔，我推荐用这种 Sharpie， 笔盖长这样子的 Sharpie。你当然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它其实撑起来的时候，在一个平面上是有2个点去撑的，这样呢就很稳。你甚至其实可以用笔尾哦，这笔尾因为很滑嘛，那这就其实是不建议，但是它是做得到的，跟机关跟手机搭配起来是撑得住，但这就需要非常高的难度。
能花时间去练习。这边的话简单非常的多，基本上只要照着做就可以成功了。这个的就不建议，就是表演前还在那边插，我习惯插好以后才在演这个魔术，所以蛮适合在演完第一个魔术，如果你还不想结束的话 ，maybe 你可以用笔接续，看你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已经有一个鱼线在这个地方，我已经插进去了。我手拿在手上的时候，我自己看的鱼线，它就在我的手掌里面，所以这样也很清楚，不会看不见。直接把这个笔呢，朝着这个洞穿过去，就这么简单。看到洞，把笔穿过去，这个洞，然后到什么地方结束呢？它会沿着笔盖一路滑，有个地方它会自己停住，就是在笔盖跟笔的交界处这个缝隙。你直接滑进去到这个地方，嘟，它就会滑到像沟槽里面，它就停住了。基本上它就已经被固定住了，卡在这个沟槽里面。然后最后呢，你只要笔盖跟这个手机的背面，就是用这个笔盖子左边跟右边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形成一个面，去接触手机的背面，瞬间它就会被撑住，像这样子。那一样要撑在这个手机的正中间。好，这条有个中心嘛，这条线上，好，你可以看到，它就被撑住了。那在观众眼里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平衡嘛。你可以这样拿给观众看哦，这样更神奇了吗？你看，手机笔这样放上来，然后你可以转侧给观众看，转侧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到完全。然后转回来，这时候就可以停了。亦或是你也可以抬高一点点给他看，然后就可以落下来。要小心哦，不要抬太高，有可能还是会滑掉。一点点起来，然后落下，直接重力落下就好，到手上。这一刻怎么 clean up 呢？千万不要把笔往后拉，因为它这个会滑到这个缝隙里面。你反而是要把笔往前推，落下来以后，把笔往前推，把它交到另外一只手上，它自动会脱离这个鱼线的线圈，所以往前推，交到另外一只手上，让笔滑下来。展示一下，可以给观众看一下笔。这时候有必要的话，再把手指头套到这个鱼线里面，一样用前面教的方式，把机关脱离就好，放着。那用笔来表演这个不可能的平衡的方式，就是以上所叙述的。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再重复观看这个章节。这个章节呢，我们会讲一些 iLevel Pro 的其他应用，还有注意事项。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演绎方式。那一般呢，我们就可以说是控制它的重心，亦或是让重力消失嘛，这是其中一种演绎方法，看你自己。还有一个蛮趣味的，跟手机本身可以结合的是，现在大部分手机呢，应该说全部都会有飞行模式。按下飞行模式呢，瞬间无线讯号啊、蓝牙所有的东西都会中断。你就可以运用这种梗，说你知道飞行模式的隐藏的秘密吗？然后就啪，请观众上滑点开来，然后就开在飞行模式的状态，看到左上角或右上角会显示一个小飞机嘛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平衡那个手机漂浮，这样哦，前后看，啪都结束以后，你再把飞行模式按取消，嘟，解开来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你看，手机恢复正常了，然后还给他。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演法，其中一种包装法。好，飞行模式的部分。接下来呢，这个魔术不局限在手机，任何你想得到的Lightning Type C Micro USB 的东西，插孔的东西都可以应用。稍微讲一下 Micro USB 的它的插孔，它规格比较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在表演之前要稍微试一下。我示范一下这个 iPad Mini， 我道具已经插在里面了，你看哦，这是 iPad 哦，真的是可以漂浮的 ，right？ 平衡在手上，那当然你也可以看正面、背面、包所有的应用，一只手头、两只手头、三只手头，最后抽开，一模一样嘛，
还给他。这一般你不会去借说你有 iPad mini 吗？很奇怪，可你自己拿这个演哦，很有趣哦。你就能用一只手头、2只手头阅读你的这个影片或文章，很有趣。iPad mini 我觉得是极限，我试过一些其他 iPad 太重了，但 iPad mini 呢是没有问题的。预告里也是用这一款 iPad mini 做示范。好，那就是提供一些像 AirPods， 因为还是 Lightning 的头，提供一些其他想法给你。除了把这个道具放进这个我们给的收纳盒以外呢，我们也提供一个方法给大家，就是直接把你的机关插在手机上面。那你就想鱼线是会外露，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手机壳，就用这一款来示范。你就把鱼线往内折，然后手机壳盖上去，所以它现在被内折在里面，可以理解吗？你要表演的时候稍微把手机壳搬开，让鱼线跑出来，那你就可以把道具拔出来，看是你要用自己的手机演还是借观众的，所以你就随时带着这个机关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防尘塞，因为现在有无线充电了嘛，所以这个孔不一定会那么常使用。那这边当然只是提供一个选项给你，你就可以随时携带这个机关，很方便。最后，有的人可能会想，如果这个机关不小心鱼线断了，卡在里面拿不出来怎么办？通常不太会发生，除非你用太重的东西，或者拉扯的方向错误。那如果这个悲剧真的发生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一般叫做Blue Tack， 中文叫万用粘土，或是表面不好粘连的东西都很适合用这个。我们实际示范一次给你看。我们现在先无视这段鱼线，好吗？直接把万用粘土，要确保有粘到这个机关啊，整个塞进去。好，那这样子机关就被救出来了，然后你就可以重新再回到刚刚绑线的环节，好好的处理一次，你又拥有一个全新的机关。以上就是关于 iLevel Pro 的其他应用以及注意事项。最后，感谢大家支持这一款 iLevel Pro by Mark Elston and Hanson Chen， 也就是我本人。那这个东西也花了很多心力，虽然主要就是把旧版改成新款，但在之中每一个的款式的大小跟细节也都差异很大。那我们希望你买到以后就能对所有现在的手机或3C 产品进行演出，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的心力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个产品。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想要告诉我们任何有关 iLevel Pro 的其他研法或任何资讯的话，欢迎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Page Hanson Chen Production Company， 你可以寄讯息或 email 给我们，我们会来回复给你。我是贤子，我们下次见。